学了不少职场技巧，听过一堆理财课，甚至啃了不少专业书，可每个月月底看着工资条，还是觉得钱不够用。明明一直在努力学习，可赚钱这事儿，怎么就像握不住的沙子，越拼命越没头绪。其实呢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咱们学习的方向压根就没对准赚钱的核心。有人问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是什么，再问去哪儿学，没人知道。你看看那些知名的商学院，可从来不敢保证效果，他得先收你一笔贵得离谱的学费，而且绝不退费。说白了，他们先把教赚钱这事儿变成了自己的生意。咱们学完能不能成，全看运气。更讽刺的是，连那些搞经济学的大学问家都常常搞不定赚钱。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搞了个对冲基金，结果第2年就破产了。还有位诺奖得主觉得道琼斯指数3700点太高，拿着奖金去买债券，结果后来指数一路飙到11300点。他自己都坦言，经济学家对股市根本就是一无所知。赚钱从来不是靠死记硬背公式就能搞定的，它有一套藏在学习之外的底层逻辑。那这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财富唯一的正常来源就是生产。你赚的每一分钱，本质上都是你生产的商品或服务被社会认可后。很多人赚不到钱，要么压根没做生产，比如混日子摸鱼，要么做了无效生产。这跟学了多少知识跟没直接关系。所以今天，而是要先拆掉那些阻碍你赚钱的认知误区，先把想错的地方掰过来，后面才能顺着正确的路拿到结果。接下来咱们就从3个最坑人的认知误区开始聊。第一个坑，把赚钱当成玄学，把财富等同于运气。看到别人赚钱，第一反应就是他运气好，他有人脉。说起同事涨薪，就觉得是领导偏心，朋友开小店赚了钱，就说是他刚好选对了地方，好像所有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跟做事没关系。但其实财富唯一的正常来源就是生产，没有任何捷径，不是非得开工厂造机器。你做一顿能卖给别人的饭是生产，你写了篇帮人解决问题的文章也是生产。简单说，生产就是你创造了对别人有用的东西，而赚钱就是别人为这份有用给你的回报。本质上就是一张社会欠条，你今天生产的价值越多，明天能兑换的财富就越多。我给你举个真实例子，我楼下有个卖早餐的阿姨，每天凌晨4点起床磨豆浆蒸包子，早上6点出摊，10点收摊。有人说她赚钱是因为地段好，可你知道吗？3年前她在另一个路口摆摊，你开始没人买，发现上班族赶时间，就把包子做成小个方便拿。学生党喜欢甜口，他就加了豆沙包，慢慢调整下来，生意才好起来。这是他每天在生产里琢磨需求，优化产品，这才赚到了钱。反过来想想，为啥有人忙忙碌碌却赚不到钱？要么是没生产，每天在公司摸鱼，看似上班8小时，可没给公司创造任何价值；要么是无效生产，
比如有人花3个月做了个手工品，结果没人愿意买，这份时间和精力就白搭了。所以啊，别再把赚钱归为运气，财富只会光顾那些正在有效生产的人。你不生产，就算机会砸过来也接不住。第二个坑，把时间当消耗品，而非终极生产资料。咱们再想想一个问题，看每天的24小时是怎么用的。很多人把时间当成会用完的水，刷短视频、聊八卦、摸鱼，用完就没了。但其实，时间是唯一公平的终极生产资料。每个人的财富最终都来自自己的时间。怎么理解这句话？举个例子，同样是花1小时学做 PPT 以后能帮客户做方案赚钱，有人用这1小时刷短视频，看完只剩哈哈一笑。前者是把时间变成了能生钱的工具，后者是把时间变成了纯消耗的垃圾。更扎心的是，90%的人都在直接出售时间，比如小时工，按小时算钱，上班族按月领工资，干1天活拿1天钱，一旦停下来，这就像卖泥巴，挖一筐卖一筐，永远赚不到大钱。而厉害的人会把泥巴烧成砖头，甚至盖成房子，一次生产能赚多次钱。作者在书里举过一个自己的例子，他早年写文章，一开始也是写1篇赚1篇的保费，后来他把写过的文章整理成电子书，一开始销量不高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买的人越来越多。到后来就算他不写新文章，每个月也能有稳定的收入。你看，这就是把时间从消耗品变成了管道，前期花时间搭建管道，后期就算不加水也能自己流进来。所以别再抱怨没时间赚钱，你不是没时间，是把时间用错了地方。每天花1小时，花1小时琢磨怎么把自己的能力变成有用的东西，比你刷10小时短视频用越少，而是越用越粗。你用时间生产的价值越多，时间能给你的回报就越大。第3个坑，鄙视生产，厌恶销售，觉得赚钱不体面。最后一个误区可能很多人都有，觉得生产太辛苦，销售太卑微，总想着找个体面又轻松的工作赚钱，甚至看到别人靠生产销售赚钱，还会说除了有钱他们还有啥。但作者在书里说的特别犀利，社会上的财富差生往往都有这种体面病。你想想，谁离生产最近？农民种粮食，工人造产品，程序员写代码，这些都是生产。谁离销售最近？销售谈客户，主播带货，这些都是销售。而恰恰是这些不那么体面的事离钱最近。为什么？因为生产是创造价值，没有生产就没有可卖的东西，没有销售，再好的东西也没人知道，财富根本就没法流通。我有个朋友大学毕业后找了份办公室的体面工作，每天整理文件。后来他发现同届学市场营销的同学做销售才半年，他一开始看不起销售，觉得天天求着别人买东西。直到有次跟同学一起见客户，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同学提前研究了客户需求，带着自己做的产品方案，跟客户聊的是怎么帮他解决问题。同学跟他说，销售不是低声下气，是帮别人找到需要的东西。我传递了价值，客户给我回报，这很体面。后来我这个朋友也转做了销售，但慢慢发现，只要自己的产品真的有用，跟客户聊解决问题，客户反而很认可。现在他月薪稳定在2万以上，再也不说销售不体面了。其实赚钱从来不是不体面的事，读书是为了让人不屈，靠自己的双手生产，靠自己的能力传递价值，就比躺平抱怨体面得多。咱们刚才拆了这3个认知误区，要盯着生产，别浪费时间，要把时间当生产资料，别鄙视生产销售。要知道这是离钱最近的事，把这3个误区掰过来，
接下来就该搞清楚财富到底是怎么从生产里来的。作者给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底层公式，从自身到生产再到财富。咱们下一部分就来拆解这个公式，看看从做好自己到赚到钱到底有哪些关键步骤。前面咱们把阻碍财富的认知误区掰正了。作者总结的财富底层公式，从自身到生产再到财富，看着简单，其实藏着赚钱的全部逻辑，根本上取决于自身有多少生产能力，再通过生产创造价值，最后才能拿到财富的回报。咱们把这个公式拆成3部分，一点一点说透。首先，得搞明白自身到底能提供什么生产资料。有人说我没本钱没人脉，啥都没有。但作者说，每个人天生就有2大生产资料，知识和时间。这俩东西不用靠别人给，全看你怎么用。咱们先拆解生产这件事。不管你做什么，要生产出对别人有用的东西，都需要3个要素。材料从哪来？比如你想做手工，得知道去哪买便宜又好的布料。需求从哪来？你得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样的手工，是挂饰还是摆件。要把布料变成手工品，需要花时间动手，这就是时间。你看，所有生产要素绕来绕去，最终都落回自身。知识是怎么生产的方法，时间是能生产多久的基础。没这俩，再有钱的本钱也可能亏掉，再广的人脉也帮不上忙。举个例子，我有个亲戚早年在工地打工，觉得卖力气也能赚钱，可随着年龄增长，收入反而降了。后来他跟着工友学水电维修，花半年时间学了电路知识、水管安装技巧。一开始收费不高，但他手艺好，慢慢积累了口碑，还能帮人设计水电改造方案，收入比之前翻了3倍。你看他没加本钱，就是把知识和时间结合起来，生产能力变强了，财富自然就涨了。为啥有人有时间却赚不到钱？因为他的时间没搭配有用的知识。比如有人天天刷手机8小时，可没学任何能生产的技能，时间就成了空转的机器，根本创造不了价值。所以别再说我没生产资料，你手里的知识和时间就是最靠谱的生产资本。知识需要花时间做，财富的核心其实就是知识和时间的复利。搞清楚自身的生产资料后，接下来就是生产到财富的中间环节。作者说，财富从来不是生产完就到手，而是要走3步，生产到交换到积累，少一步都不行。第一步，先生产再消费，这是成年人的生存底线。你想想，要是你每天只花钱买东西，不生产任何对别人有用的东西，钱迟早会花光。就像学生时代靠父母给钱，那是别人生产养你，可成年后你必须自己生产。不管是上班做报表、开网约车拉客，还是在家做手工卖，先有产出才有资格谈收入。第二步，生产收入大于必须支出，这是积累的前提。比如你每个月赚5000，房租、吃饭、交通费要花4000，可要是你赚5000花6000，不仅攒不下钱。作者在书里举过一个例子，他刚工作时月薪只有3000，但他把房租控制在800，吃饭1000，剩下的1200全用来买专业书学技能。这就是生产收入大于必须支出，才有后续提升生产能力的资本。第3步，持续生产，加足够时间，小钱才能变成财富。很多人觉得赚1000块没用，可你想想，每个月攒1000，一年就是12000。要是你用这1000块学了技能，月薪涨到8000，攒钱速度会更快。又像楼下卖早餐的阿姨，一开始每天赚200，慢慢调整产品，每天能赚300，一年下来就多赚36000。财富不是一夜暴富，而是正确的生产、重复的生产，坚持做，
你先靠知识加时间生产出有用的东西，再通过交换拿到回报，最后把收入减支出的部分攒下来，小钱就变成了财富。这条路径没任何投机取巧，却适用于所有人。为啥有的人赚钱容易，有的人难？作者说，核心区别在于你离有效生产有多近，离得越近，收入越高；离得越远，收入越低。咱们先看一组收入排序，这是作者在书里总结的，特别真实。所有者比如公司老板，拥有生产资料，大于设计者比如产品经理，设计生产方案，大于组织者比如部门主管组织人生产，大于销售者比如销售连接生产和需求，大于被组织者比如普通员工按指令生产，大于非生产者比如靠别人养的人。因为离有效生产越近，你能掌控的价值就越多。比如所有者能决定生产什么，销售者能直接知道市场需要什么，能调整生产方向，而被组织者只能按别人的要求做，没法决定生产的有效性。要是公司生产的产品没人要，就算你再努力，也可能拿不到高薪，甚至失业。这里给普通人一个关键启示，不用一开始就当老板，但要尽量靠近有效生产。比如你是普通员工，多想想我做的这个工作对公司的生产有啥用？市场需要我们的产品吗？要是你想转行，优先选离生产销售近的岗位。比如销售，既懂产品又懂需求，就算没本钱也能靠连接价值赚钱。这也是作者为啥说销售是普通人最易切入的高收入赛道。还要提醒大家避开一个坑，无效生产比不生产还惨。比如有人花3个月做了一款手工品，可没人愿意买，这就是无效生产，不仅浪费了时间，还打击信心。而非生产者更惨，连参与生产的机会都没有。先确保自己在有效生产的轨道上，哪怕从最小的事开始，也比原地不动强。自身的知识加实践是生产资料，生产到交换再到积累是财富路径。比有效生产的距离决定了收入高低，这就是自身到生产再到财富公式的全部内涵。但光懂公式还不够，关键是怎么用这个公式赚钱。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实践环节，聊聊普通人能走的3条财富路径。每条路径都对应着怎么用好生产资料，怎么泡进有效生产。看完你就能知道自己该从哪入手。前面咱们搞懂了从自身到生产再到财和的逻辑，也知道要靠近有效生产，可具体该从哪下手呢？别想着一上来就开公司做投资。作者说，普通人最好从那些能快速上手，能直接对接价值的事开始。这3条路径就是按低门槛高适配易落地的原则来的。不管你现在是刚毕业还是想转行，都能找到切入点。第1条路径，从销售切入，快速打通生产到需求的连接。不是因为它赚钱快，而是因为它能帮你最快搞懂有效生产的核心，知道市场要什么，也知道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卖。作者自己的第1份工作就是销售，他说，做过销售行，我后来不管做什么生意都没觉得吃力，因为我知道怎么把生产和需求连起来。销售有3个普通人没法拒绝的优势。一，离产品近，你卖的东西是怎么造的，有啥优势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，这等于免费学了生产知识。比如你卖家电时间长了，就知道哪种功能最受欢迎，以后就算自己做家电相关的事也有方向。2，离需求近，你每天跟客户打交道，能直接听到他们的抱怨，想要的功能，这是最真实的市场反馈。很多人想创业却不知道做什么，其实做销售时攒下的需求清单就是最好的创业灵感。3，收入无上限，销售靠业绩说话，你能对接多少价值就拿多少回报。
不用看老板脸色，也不用等年功序列，普通人靠自己拼，就能快速提升收入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怕做销售，觉得要低声下气求别人买。销售的核心是传递价值，不是乞讨。比如你卖一款能省时间的办公软件，客户买了能提高工作效率，你是在帮他解决问题，不是在麻烦他。我有个朋友之前是文员，转行做企业培训销售，一开始也怕被拒绝，后来他换了个思路，每次见客户前先研究对方公司的痛点，比如有的公司人工流失率高，他就重点讲培训怎么留员工，有的公司业绩差，他就讲培训怎么提业绩。慢慢的，他会主动跟他聊需求。现在他的业绩在公司排前3，月薪是之前做文员的4倍。所以想走这条路，不用怕乙方属性，先从你熟悉或感兴趣的领域切入。比如你喜欢美妆，就去做美妆销售；你懂电脑，就去做数码产品销售。先把产品价值和客户需求的连接搞明白，后面不管是继续做销售还是自己做生产，都有扎实的基础，持续自学，把知识变成可复用的生产资料。跟我们前面说过，知识是终极生产资料，但不是你学了就有用，得学那些能直接用在生产上的知识。作者说，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智慧，你花几年就能学会，这是最划算的时间投资，比你瞎忙10年都管用。首先要明确，自学不是漫无目的的看书，优先学3类知识。1. 生产知识，就是怎么做出有用的东西，比如学 PS 能做设计，学生背能做蛋糕。不管你以后做不做销售，都得懂怎么让别人知道你的价值。比如学文案写作，学直播带货，学沟通技巧。投资知识，但记住，这是最后学的，得等你先有生产和销售能力，再学怎么让钱生钱，不然很容易变成投机。自学还要避开一个坑，只学不练。作者把学习分成4个层次。学是听课程看书，便如学了 PS 就试着做一张海报。用是把练会的本事用在生产里，比如用 PS 帮别人做海报赚钱，比如做出有自己风格的海报设计。很多人学了半年 PS 连一张完整的海报都没做过，是不是自学？是假装努力。知识没变成能生产的技能，等于白学。之前是外卖员，觉得每天跑单太累，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短视频剪辑。一开始跟着网上的免费课练剪自己烤单的日常，后来有人找他剪宠物视频的剪辑技巧，现在他不仅能接剪辑单，还自己做了个外卖员，日常的账号套广告赚钱。这就是把自学的知识变成了能生钱的生产资料，比单纯跑单轻松，收入还更高。所以走这条路，关键是聚焦和落地。先选一个能直接用的技能，每天花1到2小时学练，一周至少用1次，慢慢把技能练熟，再考虑学下一个。不如把一个技能练到能赚钱，再拓展路径。第3条路径，摆脱直接卖时间，搭建可复用的生产模序。前面2条路，不管是销售还是自学技能，比如做销售靠每天见客户赚钱，做剪辑靠每天剪视频赚钱。但作者说，想实现时间自由，最终要走第3条路，搭建一次生产多次收益的模式，让时间能重复变现。比如作者写书花半年时间，写完之后不管卖多少版，他都不用再花时间重新写，这就是一次生产终身收益。再比如做在线课程，花1个月备课录制之后，有人买课，你不用再讲课，直接发课程链接就行。这种模式的核心是把你的时间和知识变成能反复卖的产品，摆脱干1天活拿1天钱的限制。普通人怎么搭建这种模式？不用一开始就搞大的，分3步走。
靠直接卖时间积累原始资本加经验。比如你先做销售攒钱，同时摸清客户需求，或者先做剪辑接单攒下做视频的经验。这一步是打基础，别想着跳过，而从单次服务里找可复制的产品。比如你帮很多家长做孩子的学习规划，发现大家的需求很像，就可以把规划内容整理成儿童学习规划手册，或者做成短视频课程。再比如你做销售时经常写产品介绍，就可以整理成销售文案模板，卖给其他销售。3. 把产品放到平台上被动销售，比如手册挂在电商平台，课程放到知识付费平台，不用你每天推销，有需要的人会自己买。别一开始就想着靠这个赚大钱。作者第一次写书时也没想到能卖多少，就是把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。很多人做第一门课程，可能只有几十个人买。关键是先做出来再迭代，而不是等完美了再做。完美主义只会让你永远停在第一步。这3条路径不是2选1，而是可以并进的。比如你先从销售切入，攒钱的同时自学剪辑，之后把销售经验和剪辑技能结合，做一门销售短视频制作的课程。这样一步一步走，既稳又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生产能力。自学时陷入短期思维，搭建模式时盲目跟风。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避坑指南，远离那些会让你偏离有效生产的陷阱，才能让这3条路走得更顺，避免辛辛苦苦攒的钱学的技能最后白费功夫。前面咱们聊的3条财富路径，核心都是靠时间和知识做有效生产，但实际走的时候，总有些坑会把你往反方向拉，可能是让你花掉不该花的钱，甚至它能让你彻底放弃生产。这些反生产陷阱比没找到方向更可怕，因为它会让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最后回头发现之前的努力全成了泡影。咱们就逐个拆解这3个坑，帮你绕开它们。第一个陷阱，赌毒虚荣。先说说最致命的3个杀手。赌毒虚荣是明面上的坑，但虚荣很多人没当回事，它像赌毒一样，都会直接毁掉你的生产能力。真说毒和赌，这俩是生产的天敌，毒会破坏你的身体和大脑。你想，要是每天精神恍惚，浑身没力气，咱们有精力学技能做销售搞生产，赌则会让你陷入一夜暴富的幻想，再也没心思做需要长期坚持的有效生赚了些钱。后来染上毒瘾，不仅把存款输光，还欠了债，最后连工作都丢了，每天躲债根本没法正常生产。作者在书里说得很狠，毒和赌会直接把你从生产者变成废人，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。比赌更隐蔽的，很多人觉得爱花钱爱面子不是大事，但虚荣的本质是消费增速超过生产增速。你赚1万却要花1、2万买奢侈品，请客吃饭，看似体面，实则在透支未来的生产资本。比如有个做美妆销售的姑娘，一开始业绩很好，每月能赚8000，可她觉得做销售得穿得好，每个月买包买化妆品就要花1万，还得刷信用卡。后来公司要拓展新市场，需要员工自愿垫资做活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被同事抢走。这就是虚荣的代价，它让你把生产出来的财富全花在没价值的消费上，既没提升生产能力，也没积累资本，遇到机会根本抓不住。怎么避开这个坑？富裕指数等于生产收入除以消费支出，你的消费支出越低于生产收入，富裕指数就越高。反之，就算你赚得多，消费更高，富裕指数也会趋近于0。所以平时花钱前先问自己2个问题：这能帮我提升生产效率吗？这是必须支出吗？把钱花在生产端，而不是炫耀端，才能保住你的生产能力。第2个陷阱，
短期思维，时间是终极生产资料，但短期思维会让你的时间变廉价，只看眼前的利益，不考虑长期的生产价值。比如，为了多赚200块放弃学技能的时间，为了省100块，不买能提升效率的工具。作者说，人与人的财富差距本质是思考时间跨度的差距，你能看到多久以后，就能赚到多久以后的钱。举个对比案例，2个外卖员，今天能多赚50块，不管天气多热都不休息，也不花时间学别的，比每天跑单之余花1小时学短视频剪辑。他想现在外卖不好做，以后说不定能靠剪辑赚钱。1年后，收入没涨多少，还落下了腰伤。B 则能接一些短视频剪辑的私活，后来干脆转行做了全职剪辑。这就是短期思维和长期思维的区别。B 把时间花在能提升长期生产能力上。短期思维还有个表现，只看投入不看回报周期。比如有人学了半个月剪辑，没接到单就放弃了，觉得没用，但他没想，剪辑技能可能需要3到6个月才能练熟。别人花了半年才接到单，他只试了半个月就放弃。这就是思考跨度太短。作者自己学编程时，花了8个月才做出第一个能赚钱的小程序。要是他学3个月就放弃，也不会有后来的收入。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，短期思维会让你在收获前就放弃，白浪费之前的生产投入。怎么避开这个坑？做任何决策前先问自己，这件事能帮我提升未来1年3年的生产效率吗？比如刷1小时短视频，未来不会有任何生产回报，就少做；学1小时剪辑，未来能靠它赚钱就多做。把长期生产价值当成判断标准，而不是当下爽不爽，当下能不能赚钱，慢慢就能养成长期思维。第3个陷阱，盲目比较。现在大家都刷社交网络，全是别人月入10万，别人年纪轻轻开公司，越看越焦虑，最后要么急着跟风做赚快钱的事，要么觉得自己再努力也没用，放弃生产。这就是盲目比较的陷阱，它会让你偏离自己的节奏，打乱有效生产的计划。焦虑的根源其实很简单，幸福和财富的感受本质是比较出来的。以前大家只和身边人比，现在社交网络让你和全世界的成功者比，自然会觉得自己差。比如有个做电商的朋友，本来按自己的节奏每月能赚2万慢积累，后来刷到有人说做直播带货月入50万，他就急了。没做过直播又没团队，不仅没赚到钱，还把原来的电商生意耽误了。这就是盲目比较的危害，它让你放弃适合自己的生产路径，去追别人的捷径，最后两头落空。作者说，真正的财富成长是线性的，不是跳跃的。别人看起来的突然成功，背后不是你没看到的长期生产积累。那些月入10万的人可能已经做了5年销售，那些开公司的人可能之前失败过3次，才摸透生产和销售的逻辑。你只看到他们的结果，没看到他们的过程。盲目比较只会让你焦虑，没法专注自己的生产。怎么避开这个坑？把和别人比换成和过去的自己比。比如这个月比上个月多学了一个技能，生产效率提升了，这些都是进步。空学少刷炫耀式的社交内容，多关注能帮你提升生产的信息，比如行业知识、技能教程。接受每个人的生产节奏不同，有人快，有人慢，但只要你一直在有效生产，迟早会拿到自己的结果。咱们总结下这3个陷阱：赌毒、虚荣会摧毁生产能力，短期思维会浪费生产时间，盲目比较会打乱生产节奏，会让你之前走的财富路径白费。避开这些坑，不是不犯错，而是在犯错前就看清方向，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有效生产上，
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靠自己的知识和时间，拿到属于自己的财富的终极意义，而是你能用赚到的钱和时间，做更多有价值的事。接下来，咱们就聊聊财富的终极意义，看看作者是怎么看待赚钱的本质的。咱们从一开始聊为什么学了很多却赚不到钱，到后面拆观念讲逻辑给路径递陷阱，其实都在说怎么靠自己的时间和知识赚到钱。但讲到这儿，咱们得停下来想想，当你真的靠生产赚到钱，攒下财富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作者说，财富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钱越多越好，而是你能用赚到的钱和省下来的时间，做更多对自己对别人有用的事。先说说作者的初心。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教给孩子正当赚钱的逻辑，不是让孩子变成唯利是图的人，而是让孩子明白，靠自己的双手生产，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，赚到的钱才踏实。有了这些钱，才能不用为了生计委屈自己，才能有底气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这是父母能给孩子的生存底气，也是财富最基础的意义。物质上的自由能帮你摆脱生活的束缚，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外卖员自学剪辑，他赚钱不是为了买奢侈品，而是为了不用每天风吹日晒跑干，能坐在家里靠技能赚钱，还能有时间陪家人。还有卖早餐的阿姨，攒钱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给孩子交学费，让孩子能安心读书，以后有更多选择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目标，其实就是财富最真实的意义。它不是一夜暴富的神话，而是让你和你在乎的人能活得更体面，更有选择权。但财富不只有物质意义，它有更重要的精神意义。当你不用为生计发愁时，就能把时间和钱花在创造更多价值上。作者自己就是这样，他靠销售和写作赚到第一桶金后，而是把更多时间花在传递有用的知识上，写书、做分享，把自己踩过的坑、总结的生产逻辑告诉更多想靠自己赚钱的普通人。他说，我花时间赚钱是为了用的事，这其实被咱们普通人也一样。比如你靠销售赚到钱后，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，还能把怎么对接客户需求的经验分享给刚入行的新人。你靠自学剪辑赚到钱后，总帮身边的小商家做宣传视频，让他们的生意更好。就算你只是攒下了一些钱，也能在家人朋友需要时搭把手。这些有用的事比单纯的赚钱数字更能让你感受到价值。很多人觉得财富是冰冷的，其实是因为他能把财富当成了目的，而不是工具。作者在书里写过一句话，我特别认同，花钱比是修行，花时间赚到钱是修生存能力，把钱花在有用的事上是修生命价值。咱们这一路聊的生产、积累、避坑，不是为了让大家有能力既过好自己，也帮到别人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这个时代靠自己的知识和时间赚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事。你不用羡慕别人的运气，也不用焦虑自己的起点低。从今天开始，把时间花在学一个生产技能，做一次有效销售，攒一笔生产资本上，趟一靠自己赚到第一笔踏实的钱。当你能用这笔钱做一件对自己或别人有用的事，你就会明白，财富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用它创造多少。愿我们都能花对时间干到踏实的钱，更能做更多有用的事，这才是对财富真相最好的回应。